在视频开头想问一下各位，一天能喝多少水？可以在弹幕里或者评论区留言。大家应该也都听到过一天喝8杯水的说法吧？其实这是很笼统的概念。从医学角度来看，每人每天需要摄入大约1.5升到2升的水，过多或者过少对身体都不好。但就是有人喜欢挑战身体极限。曾经在美国有一个广播电台就举办了一场喝水比赛，奖品嘛就是一台任天堂游戏机。各位是不是有点心动？先不要着急，因为事实证明，喝水真的能够把人喝死。那么这场荒唐的比赛，参赛者到底喝了多少水？而比赛到底有何意义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涉事电台 KDND 是一个授权给美国加州萨克拉门托的 FM 广播电台。2007年1月，该广播电台的一档早间节目准备举行一场名为 Hold You Wee for a Wee 的直播比赛，意思为保存你的尿液赢得一台 Wii 游戏机。这貌似很简单，但其中有一项规定，参赛者要进行喝水挑战，在不小便的情况下，谁喝的最多，谁就能获得一台任天堂 Wii 游戏机。要知道，在当时 Wii 绝对是抢手货，所以看似简单的喝水挑战让大多数人都蠢蠢欲动，其中就包括了28岁的詹妮弗·斯特兰奇。她是3个孩子的母亲，一听说有这个比赛就跃跃欲试，势必要给孩子们赢一台回去。就这样，时间来到了1月12日，比赛日到来，现场一共有20名参赛者，他们被安排在一间办公室里面，陪同的还有电台主持人。早上6点45分左右，比赛正式开始，参赛者先是拿到了一瓶大约250毫升的水。15分钟过去了，每人大概都喝掉了8瓶。一开始他们的表情还算轻松，但随着比赛的推进，水越喝越多。比赛前一个个都胸有成竹的神情，现在早就烟消云散了。其实只进不出，不可能能维持多长的时间，比的就是谁能坚持到最后。而慢慢的，陆续有参赛者出现不适的症状，自觉败下阵来。此时有一名好心的听众特地打进热线电话，他是一名护士，所以特地提醒主持人，人体喝过量的水，保不齐是会出人命的。但很显然，主持人并不在乎，他甚至有点沾沾自喜。他们不都好好的吗？比赛前每个人都可签了免责协议，我们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很快，房间里只剩下最后5名参赛者了。其中一个女孩痛苦地躺在地上，牙齿打颤，瑟瑟发抖。而此时的主持人不仅没有表现出担心，倒是觉得她的反应很新奇，描述给电台前的观众听。主持人还带着嘲讽的语气质问她：“你的身体现在98%都是水，为什么不能继续喝了呢？”话音刚落，演播室就响起了主持人们咯咯咯的笑声，非常的刺耳。最后临近结束，决赛圈已经缩小到2个人。此时的参赛者已经3个小时没上厕所了。詹妮弗告诉电台主持人自己想吐，头也很疼，而得到的回应却是一笑置之。主持人甚至打趣道：“你的肚子现在看起来像是怀孕了。”他自认为很幽默，还邀请别的主持人来看。要知道，此时的詹妮弗在短短3个小时内已经喝了至少7.5升的水，虽然离成功只差一点点，但他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极限了，眼压高，头也疼得厉害。无奈之下，詹妮弗选择了放弃。作为亚军，他也有所收获，得到了2张贾斯汀·汀布莱克音乐会的门票。其实，当一个人摄入过量的水，大脑当中的细胞就会开始膨胀，头骨内的压力也会有所增加，所以詹妮弗会出现眼睛痛、头痛、恶心想吐的症状，这已经是水中毒的初步表现。但在此过程中，主持人从未提醒过参赛者要量力而行，甚至还有人透露，比赛进行到一半时，工作人员还特地增加了1倍的水量，以此来加快比赛的进程。然而，当所有人都觉得该节目圆满结束时，一个噩耗传来了。原来，在比赛结束6个小时后，詹妮弗竟然在家中去世了。据了解，她比完赛后就和主管打了一通电话，说：“我正在回家的路上，这会儿头疼得厉害，明天可能需要请假了。”而此后便再也没有了她的消息。后来主管有些担心她的状况，于是联系了詹妮弗的母亲前去查看。可当母亲赶去之后，再见到已经是女儿的尸体了。根据詹妮弗的尸检报告来看，她的死因也确实是水中毒。那么，什么是水中毒呢？水中毒又称稀释性低钠血症。人体在摄入过量的水后，会增加血液当中的水含量，稀释其中的电解质钠。当人体的钠水平低于每升135毫摩尔的时候，就已经列为低钠血症。我们都知道，钠有助于维持细胞内外体液的平衡。当钠水平下降之后，过剩的水分就会使细胞膨胀。可当这种情况发生在脑细胞上时，情况就很糟糕了。
水中毒的患者起初会头晕眼花、心跳加快，然后发展到头痛、呕吐，严重的则会出现呼吸困难、痉挛、昏迷，最后危及生命。所以詹妮弗这样的情况完全就是个严重的水中毒患者。不过总体来说，水中毒还是比较少见的，一不小心喝过量的情况，通常也只会存在于参加体育训练的人，或者是有心理疾病的患者。大家应该也听说过类似的新闻，在马拉松比赛之后，有的运动员会一次性喝大量的水，就容易导致水中毒。因为在长时间运动当中，人体本身就会不停地排汗，钠离子也会随着汗液排出体外，再加上摄入大量的水分，血液当中的钠浓度偏低，这一现象就是稀释性的低钠血症。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当中也比较常见的，个别也会有强迫自己喝水的习惯。另外，低钠血症还容易会被误解，曾经就有士兵在训练期间喝了大量的水，被误以为是脱水中暑，又进一步进行补水，最后导致了严重的水中毒现象，还出现了脑水肿和肺水肿这样的并发症。自从詹妮弗去世 ，KDND 自然是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这场意外明明是可以避免的，都有观众连线警告他们，喝过量的水也是会危及生命的。但主持人还是一唱一和，一边描述参赛者的神情，一边开他们的玩笑。为了提高电视台的收视率，这已经见怪不怪了。该节目的特色就是以雷人的特技和对话，为驾车高峰时段的司机减少枯燥。但这一次不一样，有人为此丧了命，这根本就不好笑。事后，该节目涉及的10名员工全部被解雇，包括当天的主持人。詹妮弗的丈夫比利向法院提出了诉讼，认为涉事节目存在过失致死的罪名，开启了漫长的审判之路。然而，有人却认为这一切是詹妮弗自己比完赛不去医院、不及时就医造成的。要知道，这是一场自愿参加的比赛，没有人胁迫她，所以詹妮弗应该对自己的死亡负责。当然，这一说法引起了更多人的反对，包括其他参赛者。其中一位女性参赛者说自己后来开车也再也没有听过该广播电台，甚至有一段时间都特别害怕水。还有一位参赛者透露，自从比赛结束之后，体重狂涨27公斤，情绪波动非常大，家人都特别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他也总觉得自己会英年早逝。其实对于当天比赛的冠军露西·戴维森来说，也算不上是最后的赢家。露西坦言，自己虽然赢得了比赛，但那台任天堂游戏机一直摆在客厅的壁橱里面，迟迟没有打开。他无法接受詹妮弗的意外死亡，而且比赛结束之后，露西自己也在车站吐了，后来病得很严重，过了好久才恢复过来。跟其他参赛者一样，露西也变得不敢听广播，不敢看比赛，就连她在超市工作时，看到顾客购物车里面的瓶装水也会有应激反应，情绪很激动，那种喘不上气的滋味让她非常的痛苦。露西一直认为自己活下来只是侥幸，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自己也差点喝水喝死了。直到在家人的帮助下，露西终于鼓起勇气把游戏机拿了出来，彻底处理掉。最后有那么一瞬间，感觉肩上的重担全部都落了下来，出现了久违的轻松。在审判期间，辩护律师称，詹妮弗作为参赛者的表现没有错误，在那种竞争环境下，她想赢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最终在陪审团的审议下，认定广播公司要对詹妮弗的去世负全责，詹妮弗的家人将获得共计1650万美元的赔偿。后来部分参赛者也纷纷起诉了广播公司，这场比赛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精神状态，最常见的就是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都想过自杀。不过这一部分参赛者的诉求并没有得到伸张，广播公司的律师认为他们只是跟风。然而，关于喝水中毒死亡的案例，早在2005年2月2日就发生过。21岁的马修·卡林顿意外死在了一间地下室里面，如此年轻的生命就此消亡，而这背后的真相并不简单。马修生前是一名加州州立大学的学生，尸体是在奇科校区附近的一所老房子里面发现的。他之所以会出现在那里，是因为遭到了学校兄弟会的霸凌。据马修同伴透露，1月30日开始，他们俩就被兄弟会叫到地下室。因为是一座老房子，有一根水管漏了，地下室的地板上有差不多5-6厘米深的污水，他们就被命令在这污水当中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第二天，也就是1月31日，马修和同伴又被强迫跑楼梯，晚上又要回答任何关于兄弟会的问题，如果答错了，每人要喝将近20升的水。而马修就是因为被迫摄入过量的水，导致急性水中毒，死在了地下室。由于各大校园都在打击任何形式的校园霸凌，类似的兄弟会就把目光转向了别的地方，他们不再强迫人喝酒，不打也不骂，而是选择了看似更加安全的方式，比如让人疯狂的做运动，喝大量的水。很快，这些相对无害的欺凌方式就在校园里面传开了。在普遍认知里面，喝水怎么会死呢？所以有时候即使受害者昏迷了，欺凌者也不会停下来，继续疯狂的灌水。俗话说无知者无畏，这话一点都不假。可是有人站出来都警告了，仍然置之不理，这似乎也预示着悲剧早晚会发生。
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组可能压根就没有考虑过喝水比赛会有什么风险，但凡能够咨询一下医疗人员，总会被告知水中毒的可能。而且就算是比赛如期进行，那至少也得安排一名医生在场，避免发生不测。但这些通通都没有，甚至还洋洋得意地说签署了免责协议就不需要负责，只能说他们没有心。总之，任何东西摄入多了都有可能是坏事，成为毒药。生命只有一次，大家还是要好好珍惜身体，切勿模仿，频繁挑战身体的极限，只会让你追悔莫及。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有过憋尿到极限的经历吗？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镇长，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